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风吹半夏，赵丽颖靠人气顶整部剧，能成人世间接班剧。风吹半夏开播11日就占据了站内一大半热度，同时也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。赵丽颖主演的《风吹半夏》不仅媲美世界杯热度，还能和白敬亭的《卿卿日常》一较高下。如果不是因为这部电视剧的品质太低，《风吹半夏》早就被拍得灰飞烟灭。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赵丽颖竟然靠着自己的人气，将《秋风吹半夏》这部电视剧给顶了起来。随着《风吹半夏》的剧情发展，不但人气大涨，而且还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根据《风吹半夏》在豆瓣平台的开分8.4分，接近20个人的打分，将近80%的观众都打了4星、5星的评分。现在《风吹半夏》正在不断的更新，如果持续这样的热度，8.8分的成绩不是梦，甚至有机会成为人世间的接班剧。人民网评《风吹半夏》以时代回眸映照写实人生，其评价可谓是一针见血，字字如金。01故事背景很大气，但又不太僵硬，而《风吹半夏》则是以剧情为主线，营造出一种冰山般的幽默。众所周知，近期优秀的电视剧很多，但凡是和现实扯上关系的，都会给人一种制造焦虑的感觉。最近几年，任素汐和秦昊的《亲爱的小孩》就是最经典的一部。从主题上来说，这是一部很有诚意的电视剧，但就故事的发展方向来说，却让人觉得很郁闷。《风吹半夏》之所以与众不同，是因为其将现实与冰山幽默相结合。人民日报评论称，该剧聚焦于宏大的年代题材，但并不沉重，相反，它的节拍十分鲜明，在某些矛盾描写中也颇具幽默色彩。比如许半夏，他的生活是多么的悲惨，他没有母亲，有个父亲，但也是敌人，连给自己取名字都夹带私货。这种悲剧的人设，在许半夏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但他的故事并没有让人觉得压抑。许半夏从来都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每次去找他要钱，都被许友仁拉着离开，他却赖在椅子上，完全不理会许友仁的暴跳如雷。在其他人的故事里，也会出现一些幽默的情节。就拿刚刚从家里出来的童潇琪来说，他5年的大好年华都白白荒废了，一回家手机不会用，时尚也跟不上时代，跟着许半夏，他对商业交际一窍不通。这一刻，他给人一种被人利用的感觉。大家还在回忆着童潇琪被抓获的惨状，最后却遇到了野猫，甚至忘记了许半夏的嘱托。许半夏对着童潇琪就是一顿胖揍，说他整天就会撩妹。童潇琪一个大男人，被许半夏追得满地求饶，简直就是搞笑。还有就是许半夏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从海外弄到了一批废钢铁，可是国内价大跌，许半夏手中的钢材却往下掉，连借钱给许半夏的赵磊也受到了影响。可就在许半夏焦急地问赵磊怎么办的时候，赵老大却被许半夏送来的一身裘皮外套弄得心花怒放。许半夏欲哭无泪，当赵磊换好新衣服的时候，所有观众都傻眼了，又为许半夏的处境担忧，也为赵磊和许半夏的反应而感到好笑。这种设定方式让不少观众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故事的发展，感受到这个时代的艰难，但他们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压力，反而更加的沮丧。再加上《风吹半夏》中的女主角角色也受到了好评。02独立的职业圈，许半夏就是主角。在人民日报的评论中曾说过，该剧最大的特色就是以女人为代表的创业精神。许半夏在电视剧中的行动能力很强，表现得很积极，她的事业意识很强，即使在婚姻的阴影下，她也很坚强。在故事开始的时候，
许半夏就成了一个捡破烂的人。当他拿到钱后，并没有浪费，反而把钱用在了最好的地方。随着故事的发展，许半夏也认识了很多对他有帮助的人。不过他之所以这么好，并不是因为他的主角光环，而是因为他自己争取来的。他想要去海外购买废旧的钢材，可是他没有足够的资金。他竭力想要借款，当着5建设的面要了名额，还当着裘必正的面借了100万。而赵磊这个关键人物，完全是因为他的真诚。如果赵磊不相信他，那他就把名牌拿出来，让赵磊看看。许半夏用自己的勇气说服了赵磊。接下来，赵磊开出的那些强买强卖的条件，他都一一满足。许半夏很会察言观色，他不但能从中看出一笔进货的巨大利益，更能看出海外的钢铁行业是一条稳固的产业链。到了海外之后，他们才知道什么是进口废料，根本就是一个坑爹的玩意儿。于是5建设便带着手下的人打算返回。可许半夏这样的女孩子执意要留下来，她不但要拿到这笔资金，还得继续待在这里寻找新的机遇。她有自己的思想，不受外界的干扰，坚持自己的道路，这说明了她的决心。从许半夏的表现来看，她的魄力和她的坚韧，还有她的行动能力，她的观察力，她的眼光。正是因为这样，许半夏才能在事业之路上屡战屡胜。看似鲁莽，实际上却是个聪慧过人的女人。许半夏自然也是众说纷纭，她想要走上成功之路，离不开佟潇琪和陈宇宙，更离不开5建设和赵磊这些业内巨头。但是仔细想想，一个人的成就是由一个人缔造出来的，而他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支持，就是他自己的努力。许半夏和那些只会默默地接受别人恩惠的人物不一样，他的性格是他成功的必要条件。也不奇怪，就连人民日报都说风吹半夏展现了一个新时代女性的形象。如今风吹半夏正在热播，许半夏的事业却是远超一般人的预料。但在我的印象中，风吹半夏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她的故事情节和女性元素。和别的优点比起来，这2项才是整部电视剧的杀手锏。当然，风吹半夏中自然也有许多精彩的地方可以借鉴。那么它到底有什么地方让你着迷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